外卖明码标价100万一单，可别人不但不嫌贵，反而出价1000万让我送，甚至有人不惜将女儿嫁给我，只为求我替他跑个腿。而我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小哥，直到7月15那天，我接了一个单子，没想到接了这个奇怪订单后，就让我成了外卖界的天花板。那天顾客点了一份小烧烤，1瓶飞天龙台，1条华子加上打火机。就在我买好东西准备去送的时候，才注意到订单的备注有些奇怪，备注上写着进电梯后必须连按4下4楼，用金一栏则是几个星号。我以为是什么敏感数字被系统和谐了，也就没多想。抵达目的地后进入电梯，我就按了4下4楼。不是我有强迫症，而是我真被那群奇葩给整怕了。万一顾客拿我没按要求来就给差评，那岂不是血亏？可就在我按完4下之后，原本平稳上升的电梯却突然下降，在持续猛烈的失重感过后，哐啷一声闷响，电梯停了下来。我吓得腿都软了，还以为是哪个变态故意折腾我这个外卖小哥。我带着怒气离开电梯，准备爬楼梯找对方理论。可我还没走几步，眼前的景色却突然变得面目全非。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望无际的建筑群和街道，有现代建筑也有古代建筑，就是天空总是灰蒙蒙的。再一看来来往往的路人，穿衣打扮五花八门，汉服旗袍中山装 JK 深 B 洛丽塔。可就在他们看向我时，我瞬间头皮发麻，因为他们一个个的脸白到毫无血色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我边安慰自己边转身要跑回楼道，但就在此时，一只冷冰冰的手搭在我肩上，是我点的，拿来吧。吓得我心脏都要飞了，艰难的移动脖子，沿着那只手向上看去，只见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，发型和衣服都是现代，可那一张脸却惨白如纸。我一声惨叫，就瘫软在地瑟瑟发抖。别叫了，来都来了。中年男人直接拆开包装，拿起烤腰子吃了起来，然后吐掉，又喝了口飞天龙台，再吐掉，眼神充满怀念，一副颇为享受的模样。我险些尿了，哀求道：大哥，跑腿费我不要了，东西也送你了，放我走吧。小兄弟，这可不行，白虽爽，但会欠下因果，损了阴德说不定就投不了胎啊。说着，中年男人就在我边上坐下，点上一根华子，又拿了一根连带打火机递给了我，来一根压压惊。此时我笑得比哭还难看，颤颤巍巍地问道：这是哪？中年男人掏出一部最新款的水果手机，感慨道：这里是阴间，阴间的东西没阳间那味儿。我烟瘾犯了，嘴也馋了，所以我就用人烧来的手机试了试，没想到还真成功点上了外卖。不枉我对他那么好，烧的是真机，不像别人要么纸糊的，要么塑料的。我顿时毛骨悚然，阴间完了，BBQ 了，跑个腿就把自己送阴间来了。于是我哆嗦着问道：那我还回得去吗？中年男人这才想起了，正事说道：停留在这里不超过1个小时就能回得去，你阳气旺盛的很，谁也不敢动你。长话短说，我叫苏图强，活了半辈子也没什么遗憾，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老婆和孩子。我年轻时是个人渣，欠下跑路了，后来我改名换姓，混成大饭店的老板，可我却没有回去找他们，更是有了新欢，最后车祸身亡。说到这里，苏图强突然叹了口气，我没死之前打听过，这些年他们一直被威胁还我的日子过得挺苦的，我就瞒着开小号存了100万，可还没来得及给他们，我就死了。把你的收款码拿来。我掏出收款码，半信半疑。好了，100万打过去了。苏图强声音凝重道，其中的90万转交给我女儿，另外10万是你的跑腿费，觉得少的话可以再谈。你如果狮子大开口，那我也认了，因为只有你能帮我。10万还能在网上谈？震惊的我狠狠抽了一大口华子，但我哪敢讨价还价呀？可惜手机没信号，摸不准是真转账还是假的，只能暂且先信了他这番鬼话。我问道：你就不怕我私吞了？可苏图强嘿嘿笑了起来，你是想下来和我作伴吗？我瞬间就怂了，立即举手发誓，我保证1分不多拿。随后我问道：怎么找到你的女儿？苏图强说道：她名字叫苏嫣然，在中海大学医学系上大3。我点头记下，然后担心道：她万一认为我是图谋不轨的骗子。苏图强回忆道：这个简单，嫣然左胸下侧天生长着一枚小红痣，还有她的屁股上留了弧形疤痕，那是小时候和我捉迷藏时被火炉烫的。这种隐私就算外人知道也不会清楚来历。屁股大不大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左半边还是右半边？右半边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，后会有啊不，后会无期。我头也不敢回奔入楼道。当我走进电梯时，手机信号恢复了，伴随着持续的震动，耳中传入了一堆金币稀里哗啦落下的美妙音效。我颤抖着点开页面，奋发图强向您转账100万元。我狠狠搓着眼皮，100万，这是累死累活送10年外卖才能赚到的数目啊！私吞了就可以少奋斗10年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没敢私吞。我有种直觉，自己敢多拿1分就会暴毙身亡。虽然有些后怕，但更多的是兴奋和期待。那苏嫣然在中海大学，正好我顺便去看一下女朋友露露。她学习忙，好些天没和我见面了。等我来到中海大学大门前，就看到女朋友杨露站在路边，那张清纯可人的脸蛋上透着期待，路过的男生都会忍不住多看她几眼。我走上前去，露露，我们这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吗？还没联系你就遇见了。我下车，手捧着鲜花送到杨露身前，伸手想去牵她，却抓了个空。杨露往后退了一步，眼神中分明写着3个字：离我远点。接着他就冷漠地说道：我不是在等你，还有我们分手吧，以后离我远点，我不希望被人误会。他的话就像晴天霹雳，把我劈在原地。随后我笑道：别开玩笑了，我要开始赚大钱了，可以养你了。可杨露嫌弃地斜了我一眼，就你这2个配养我。说着，杨露又指着一辆迎面驶来的跑车，跟着你这辈子能坐上那样的车吗？现在我就可以，所以又何必跟你浪费时间？杨露不屑地丢下这句后，就洋溢着曾经专属于我的笑容，走到跑车旁停了下来。一名衣着散发贵气的青年走下车，杨露则是主动将头靠在对方肩上。小鸟依人，我望着眼前的一幕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一个驻足看戏的胖子戏谑地说道：兄弟，花白买了吧，他那颜值绝对是班花级别的，哪会看上你这送外卖的？
知道那位是谁吗？大名鼎鼎的学生会长陈天明，还是个富二代。哎，又一个清纯学妹沦陷了。这时陈天明察觉到我手捧鲜花望着他们，便问杨璐：“你和那送外卖的认识？一个高中同学而已，但是不熟。那我们走吧。”陈天明转过身，一手拉开车门，另一只手捏着什么东西，还朝我这边微微晃了晃。那是房卡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才想起最近每次我提出和杨璐见面，他都推脱说学习忙。原来是这样学习的。想起那时我发誓不结婚就不碰她。结果我冷静下来后，看向那胖子问道：“你知道苏欣然吗？女友没了，命可不能丢。眼下我只想把苏图强的委托给办，早点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”可胖子听到我的话，笑得都被自己唾沫呛到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你问苏欣然，那可是连陈少都搞不定的4大校花之一啊！然后胖子像看一样看我也没办法解释，无奈说道：“方便带个路吗？”胖子阴阳怪气的说道：“当然方便。这个点，殷然女神应该在食堂吃饭。”然后我跟在胖子后面走入校门，到食堂门口时，胖子隔着玻璃指着一张桌子前的曼妙身影，她就是殷然女神。提醒你一下，追她的官二代、富二代可不少，那位陈会长都明显不够格。现在你临阵脱逃，我们也就笑话你一下，别到时候因为冒犯了她，被某个护花使者搞伤搞残了，可没有后悔药卖。后边的话我懒得理会，径直的冲着苏殷然走了过去，在她身旁停下，近距离看着，脸蛋如同璞玉一样完美无瑕。苏图强那模样，真的能生出这等颜值的小仙女吗？我不禁产生了疑问。旁边的闺蜜薛珊珊神色鄙视，盯半天了，看过没有？我们家殷然是好看，可你要有自知自明。没事，走开。抱歉，我淡定的笑道。苏殷然，和我出去一趟，到没人的地方聊聊，真的有事。没等她开口，薛珊珊像握刀般抓起筷子，你这人怕不是有大病吧？限你3秒之内滚！我才被绿了，正憋了一肚子火，又无端挨骂，实在憋不住了。没你的事，给我闭嘴！薛珊珊惊呼道：“救命！有坏人要对殷然图谋不轨！”哗啦啦，一大片男生从座位上冲出来，劝你不要乱动，我们海大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法不责众，敢乱来人！薛珊珊本能地拉着苏殷然往人群外推，这浩浩荡荡的阵势让我有些傻眼，不能让苏殷然离开，否则自己就凉了。但问题是没有单独沟通的机会，于是我迫于无奈，冲着苏殷然大喊道：“苏殷然，有没有一颗红痣？那啥，你懂的，在左侧的偏下，腿往上，腰往下，一条半指长的弧形疤痕，是不是小时候被火炉烫出来的？”苏殷然闻言，心跳疯狂加速，就像被一个小鹿横冲直撞。那些话即便没有直接点破，可暗示了够明显了。如今一个陌生男人不仅知道，还在大庭广众下模糊不清的给说了出来，好羞耻的感觉。庆幸的是没有提及具体位置，不然这里将会成为自己的大型社死现场。他快步冲到我面前，抬起柔软的手堵住了我的嘴巴。苏殷然又慌又羞的低着头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愿意和你出去。声音传入众人耳中，导致大脑集体短路。偌大的食堂瞬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我呆住了，他那只散发着清香的小手简直太好闻了。走，我们快走。苏殷然一刻也待不下去，情急之下主动拽着我的胳膊往外拉，两人拉拉扯扯的背影牵动着整个食堂的心脏。薛珊珊瞪大了眼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该不会……可谁见过这么主动的人质？薛珊珊担心的大声喊道：“殷然，你们去哪？”苏殷然头也不回的说了一句：“带他出去聊点私事，晚点回来。”鸦雀无声的食堂猛地炸开了锅。我去，那个送外卖的是谁？他的嘴，殷然女神的手，不就相当于亲了他的手？红痣、疤痕是什么意思？左侧什么偏下，什么腿往上，腰往下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食堂外，我去，这外卖小哥是真牛啊！胖子看着苏殷然真和这送外卖的出来了，动作还那么亲密，便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，确定不是幻觉。苏殷然带着我来到校外一家 KTV， 开了个包厢。进去后，苏殷然一脸戒备问：“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低着声音道：“现在没外人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”苏殷然气得胸口乱颤：“莫外人，谁跟你是自己人？”他警告道：“劝你不要乱来，一有不对，我可就喊了。”我抬起手，隔着空气指向苏殷然的左半球，略微偏下：“你这里有颗红痣对吧？”我又拍了拍自己的右屁股：“你小时候玩捉迷藏，那里被火炉烫伤了。说你为什么知道这些？”我坐在沙发上仰起头：“我叫王阳，苏图强委托我来找你，怕你不相信，就告诉我那些来作为证明。”苏殷然美眸一颤：“苏图强，他对爸爸的记忆还停留在8岁的阶段，一天他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。那时起，经常有一群人闯入家中，又打又砸，还放话要带他们母女去坐台抵债。妈妈打4份工，除了供自己上学和生活，就是还钱。今年终于还清，所以他恨透了爸爸。往事种种，触动伤心处。”苏殷然哭成了泪人，我不知所措的他背上拍了拍：“小声点哭啊，不然别人误会我对你干什么了。”苏殷然哭得更凶了：“苏图强怎么不自己站到我面前？”我摇头道：“恐怕不行，他死了。”苏殷然一下子怔住：“死了？”我叹了口气道：“对，车祸死的，但生前为你存了一笔钱，90万。”苏殷然眼神排斥：“他的钱，我一分不要，不要！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若不要，那我的小命可咋整？事关生死，长得再美，老子又不是你的舔狗。”我不想惯着苏殷然，甩手照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，啪！苏殷然捂着脸难以置信：“蠢不蠢啊？自己啥家庭啊？心里没数？你还年轻，可以任性。想过你妈的感受吗？再说了，是你妈还的，相当于她欠你妈的钱。”我拿出手机威胁道：“多少？敢不要我就曝光你的那些隐私。”“你说的对，我不为自己，为妈妈也要收这90万。”苏殷然恢复冷静后添加了我好友，90万转了过去，我长长的松了口气。我该走了。站住！苏殷然把我拦住，指着明显比另一半边红的脸颊，气呼呼的说道：“扇了我一巴掌，想走就走。”我主动将脸凑了上去：“要不你也打我一巴掌？”苏殷然被齿轻咬试探着的：“
明天当一天我的男朋友吧。我果断摇头，我拒绝。才一天，你是渣女吗？如果是永久的，我或许考虑下。今天我刚被连甩概率，明天再被甩一次，而且你可是校花女神，一句话就有一大堆舔狗抢着来当。苏欣然无奈地说，有位帮过我很多的老教授明天过大寿，去的人中就有个我讨厌的苍蝇，据说明天他还有大动作，想通过老教授之口点鸳鸯。我又不能不去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是校外的，不会穿帮，求你了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就帮你一次，两清了。我看着他那不安的眸光，实在不忍心拒绝。若是为他解决了困扰，那么10万块也拿得心安理得。明天见。苏欣然推门离去。静下来，我想到了杨璐，就无比烦闷，那就打盘农药缓解心情。10分钟后，我的公孙离秀翻全场，连斩4人，即将收下最后一个残血5连绝世。叮，熟悉的声音出现，手机直接卡死。我气得都要吐血了，关机重启。那个声音好像系统又派单了。我点开美了么骑手版，又是跑腿代买业务，可是内容格外的敷衍。详情：来瓶茅台，2个杯子，送你价值1000万的股份。地址：在附近挑个顺眼电梯，连按4下4。我看到4下4就知道是来自阴间的订单，1000万。我一个激灵，自己为什么无情的甩了？因为不是有钱人。虽然我相信世上存在真爱，但为了避免不再重蹈覆辙，这一趟哪怕是挨刀子也得去啊。入 KTV， 一路小跑回到摩托车上，我前往了大商场，花了大几千，拿下一瓶飞天茅台53度，步入电梯，等人都出去了，我迫不及待地按了4下4，手速达到极限了，耗时不到1秒，电梯的屏幕成为乱码，骤然下降，手机信号消失，在一阵失重感过后，门自动开了，我出去后又看到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建筑。苏图强走了过来，旁边还跟着一位仪容华贵的大肚子中年小兄弟，我笑道：90万转给苏欣然了。苏图强满意的点头，我感受到因果终结了，多谢。我疑惑地问：随便一个电梯下来，还是上次的地方？苏图强解释道：上次我写了明确地址的原因，是怕你以为在湖州不会来，从哪下来都是一样的，这里就是黄泉路的尽头。大肚子中年看着他手提的茅台，两眼放光。怎么样，老陈，我没骗你吧？真能点到上面的外卖？苏图强炫耀过后，便对我说道：旁边这位是陈鸿飞，中海市本地的老板，名下有家市值上亿的装修公司。快，小兄弟，酒给我解解馋。陈鸿飞接过茅台，倒了2杯，递给我和苏图强后，他直接对瓶灌了一大口。陈鸿飞像是漱口一样，又吐掉，闭上眼回味无穷。这在阴间称为过嘴，阳间吃的喝的，若是亡魂真的使用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魂飞魄散。苏图强催促道：老陈，时间有限，把事交代了再慢慢喝。对，先办正事。陈鸿飞说了一个地址，期待的看向我。那是我家，你去之后摸一下我的遗像，让我上你身。我愣住了，上身？恐怖电影我没少看，身是能随便上的吗？上了赖着不走，自己岂不是就搭进去了？多事啊这是。陈鸿飞声泪俱下，我给你跪下了，帮帮我吧。我唯一的儿子是前妻生的，叫陈天明，在我死后去判官那看生死簿时才知道，那是个野种，打拼了半辈子的心血，不能落在野种手上。我想上去跟现任老婆说，剥夺他继承的股份，公司股份送你10%。陈天明提到这狗东西的名字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脑海中浮现着校门口的一幕。我恼火的一把拽住陈鸿飞衣领，情绪有些失控的问道：说你儿子是不是在中海大学当学生会长那个？陈鸿飞愣道：阿震，你知道他？我放下手，眼神冷冰冰道：岂止是知道，下午把我绿了，都去开房了。陈鸿飞气急败坏道：这才死了爹还有心思玩女人。他看我神色变成不好说话的模样，便卑微的撇清起了关系。小兄弟，这和我无关啊。陈天明是野种，到时我上你身，让他下跪认错。我眯起眼睛审视着对方，是个不错的贱女，不过你如何能保证不会霸占我的身体？陈鸿飞低声下气道：我哪敢啊，我就一亡魂，一旦脱离阴间超过1个小时，就魂飞魄散了。我看了看他，又望向苏图强，真的？苏图强说道：真的，我们打探过了，想上身就需要能行走于阴阳两界的活人，触碰亡魂在生前最在乎的物品，或者遗照雕像，而时间限制半个时辰，也就是现在的1个小时。我托起下巴有些动摇。陈鸿飞又道：如果亡魂通过上身实现心愿，你还会增加阴德？阴德？我不明所以的问道：有什么用？陈鸿飞介绍道：阴德高，运气就越好，而且达到一定程度，将来死了，在阴间就位高权重，想投胎那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啊。打了个响指，那成，就让你上一次身。问题是如何能进得去你家？陈鸿飞喜极而泣说道：谢谢，我现任名叫秦仙瑜，对他念一句婚诗，就不会将你拒之门外了。啥婚诗？陈鸿飞老脸一红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扯黑丝。说来惭愧，我50多了，那方面早不行了，为了他就得吃药。10天前我嗑完一激动就嗝屁了，我竖起大拇指，这死法我只能说一句牛啊！陈鸿飞尴尬道：这婚诗就是那晚战前准备时我灵光一闪说的，就我和他知道。我点点头说道：懂了，那我先撤了，等一会儿就去你家。我淡定从容地迈着脚回到电梯，有了上一次经验，这次丝毫不慌。门一关，电梯缓缓上升，在开启时到了商场1楼。陈天明，今晚你的报应就要来了。我骑上小摩托，前往了陈鸿飞说的地址——明月之城。这是一个有名的豪华小区，看房都要验资的，没有上亿资产就没资格买。到了明月之城后，保安拦下我，非业主禁止入内，外卖放下，我给送上门。我说道：我是来找我姐的，你姐要住这，你还用得着送外卖？保安不屑地斜了他一眼，拿起对讲机就要摇人进行驱赶。看大门的瞧不起送外卖的呗，体验生活不行吗？我回怼了2句，懒得扯皮，
直接说道：“立即联系7号楼1301的秦仙云，我来跟他说，万一真是我姐，他一投诉，你不光扣钱，还要丢工作吧？”那保安看着我那股淡定自若的装劲，普通外卖员可不敢这么嚣张，似乎有点可信度。跟我进来，要是假的，我弄死你！保安进了岗亭，拿起电话拨通，就递给了王阳。喂，有事吗？女人的音色十分撩人，听上去就会让身体感到一阵酥麻。仙云姐，我是你亲弟啊！我委屈巴巴地说，被保安拦外面了，还看不起我？亲弟，我独生女一个，哪来的亲弟？秦仙云正要挂断，等等，忘了那晚我对你念的诗吗？我连忙说道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扯黑丝，嘟嘟，挂断了。我握着话筒的手一僵，自己一个字也没念错啊，咋还挂了呢？心太炸了，装啊，继续装啊！保安冷眼嘲笑道，冒充业主亲属，试图混入小区，还说撕黑丝。女业主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？话刚落下，电话又响了。保安一看显示，还是那户业主。他接起后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尊贵的业主，我保证将这不轨狂徒送到派出所，绳之以法。”秦仙云怒斥道：“那是我亲弟，我不小心挂断了而已。你敢说他是不轨狂徒？拦在外面就算了，还看不起他？道歉，不然明天就让你……”保安笑容僵住，冷汗刷的贴着腮帮子流了下来。想起那句魔改的诗，心里嘀咕：这年头姐弟之间那么开放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就放行。保安心脏乱跳，住这小区的非富即贵，自己可惹不起。反应迅速的冲着我鞠躬行礼，哀求道：“是我狗眼看人低，别投诉我行不？一扣就半个月白干了。行了，都是打工人，谁也不难为谁。”我摆了摆手，走入小区。保安目送着这道正能量的背影远去。没一会儿，我就站在了陈鸿飞家的门外，敲了敲门，开了，眼中出现了一位妖娆女人，精致的面容，看上去不到30，身材那叫一个好。什么情况？走错门了。陈鸿飞可是50多了，这位小姐姐够当他女儿了吧？我迷惑的抬起头，门牌号是对的。秦仙云神色怪异的观察着我，那句诗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一愣问道：“你真是秦仙云？”秦仙云点头，对，是我。我确认是他后，就直视着对方的脸。如果说是陈鸿飞亲口对我说的，你信吗？秦仙云上半身的弧度太耀眼了，我的视线仿佛被一股魔力拉扯着往下拖。秦仙云下意识的抬起手，横在身前，我嗓子有些发干，我没见过这么大的世面。噗嗤！秦仙云被我的话逗笑了，他侧身让开，进来吧。我神色错愕，你相信我的话？秦仙云摇头，不信。可是那2句从你口中说出来，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却发生了。我进门第一眼就望见了客厅桌上摆放的遗像。秦仙云道：“我直觉一向很准，我从来没见过你，而你却知道鸿飞临死前说了什么。现在天都开始黑了，这个时候来我家应该有很重要的事吧？”我点了下头，在秦仙云莫名其妙的目光中走到桌前，稍等片刻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一只手伸出，颤抖着指尖，缓缓地向陈鸿飞遗像摸去。我的手指戳在了遗像中陈鸿飞的脸上。下一瞬，仿佛一阵电流袭入身体，抖动了片刻，我清晰地感受到意识里多了一道影子，是陈鸿飞，而目前控制身体的依然是我自己。陈鸿飞讨好的笑着：“小兄弟，想和我说什么，在心里说就能和我交流，而你只要动一下念头，允许我上身就行了。”我松了口气，至少主动权掌控在我手中，即便以后误触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若没有我的批准，亡魂也只能干憋着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被上身的。我念头一动，上吧。好嘞。陈鸿飞早已迫不及待，散成一团雾气，弥漫向我全身各个角落。我有些不安，那种感觉简直跟瘫痪没有区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人之5觉，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和触觉还在，没有半分影响，唯独身体在1个小时之内任由前者摆布。秦仙云望着背对他的我，在老公遗像前发呆，满头雾水。你在做什么？王阳转过身来，眼神中不加掩饰的散发着宠溺。小云云。秦仙云瞳孔一缩，他那张年轻的脸庞上，神态、气质与之前判若两人。抛开长相，其他都和记忆中的陈鸿飞一模一样，尤其是那一声小云云的腔调。秦仙云惊疑不定，王阳3步并作2步冲了过去，一把将他揽入怀中。这柔软的触感使得我意识一震。我去，你上身就上身，动手动脚干嘛？我无语了。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还会被迫的占便宜，不过确实美妙啊！我发出了老气横秋的感慨。小云云，是我回来了。秦仙云瞪大美眸，鸿飞，你是鸿飞？陈鸿飞抬起我的手，抚摸着他的头发，我的魂上了他的身，只有1个小时。说着就低头亲了下去。秦仙云内心天翻地覆，动也不是，不动也不是，陌生人的身体，老公的灵魂。我心生燥热的提醒着陈鸿飞，血气方刚的我哪受得了这样撩拨，身上刹那间就像燃起了烈焰。陈鸿飞感慨万千的叹道：小年轻就是厉害，我都感觉自己重返到20岁了。我忍不了，把我说老了2岁可不行，老子今年才18周岁。陈鸿飞连忙改口，对，重返18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又把秦仙云拉到我腿上坐下，双手环抱住他，下巴在后面垫在他的肩上。陈鸿飞闻了一下，表情极其怀念和享受。小云云，我这次上来是有大事要交代。真正的王阳默默点了个赞，他那体香有着沁人心脾的韵味。什么大事？秦仙云被心猿意马。他今年30，大学毕业后就在陈鸿飞的公司工作。5年前，母亲突发重病，急需一大笔钱，陈鸿飞出钱又托关系请名医，渡过难关后，秦仙云心怀感激，便半推半就答应了他的追求。5年了，生活中对方身体不行，虽然对陈鸿飞没有爱情，但道德上他不允许自己偷腥。眼前，王夫用年轻的身体与他互动，根本无法做到坐怀不乱。天明他是那婆娘跟野男人生的。陈鸿飞怒吼了一嗓子，连带着王阳的手都在发力，轻点，你抓疼我了。秦仙云颤了颤，便震惊地问道：他不是你亲生的？立刻打电话，限他半小时内
妹滚回来！陈鸿飞怒火中烧。另外，明天你尽快安排一下亲子鉴定，剥夺他的继承权。秦仙云有些为难，恐怕不行，你被火化成灰了。陈鸿飞说道，不是拿我的去验，而是公司的运输司机老刘。老刘，秦仙云回想起老刘每次看到陈天明时的眼神，是蕴含着与众不同的情绪，他还以为那是对少东家的恭维。经陈鸿飞一说，的确像迫于压力不敢相认的父亲在看孩子。秦仙云拿起手机打电话给陈天明，理由是公司有重大变故，令他以最快的速度回家。10万火急。陈鸿飞介绍道，还有我上身的这位名叫王阳，我承诺给他10%的公司股份。秦仙云愣住，那不就等于拱手送出去1000万？陈鸿飞语重心长暗示道，不要舍不得，现在不显山不漏水，却是一条潜龙，具体我不方便透露。想想我为何可以通过他上来吧。总之他注定不凡，眼下不抓住机会，以后就高攀不起了。又道，如今我死了，公司可能就此一蹶不振，若是有他一份，绝对不会垮的，甚至越做越大，我们的得到远比付出的多。我听到关于自己的评价这么高，也呆上了。他轻而易举就得到了1000万的股份，可怎么听着就像对方占了大便宜呢？没办法，现在一穷二白，崛起就如同滚雪球，没有开始的一小撮是起不来的。王阳若有所思，秦仙云点头，没有任何犹豫。陈鸿飞有些暴躁，还剩下51分钟，如果不亲自动手暴打那个野种一个，我怨气难消，就无法投胎。秦仙云安慰道，来得及的。我心想起来陈天明炫耀房卡的一幕，心说这过去将近1个半小时了，那狗东西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开上香了吧。同一时间，蓝天酒店一个豪华套房中，杨璐神色紧张推开了浴室门，却傻眼了。陈天明在风急火燎地穿着衣服，杨璐有些慌了，急忙解释道，天明干什么去啊？相信我，那送外卖的真是我同学，与你无关。我云姨打电话说发生了大事。陈天明拍了下他的大腿，笑道，等我回来再和你聊聊人生。杨璐失落之中透着害羞。好，陈天明跑着下了楼，开上迪奥 R8，一路狂踩油门，红灯都顾不上了。不到20分钟，站在了家门外。当陈天明掏出钥匙将门打开后，眼中的一幕让他惊呆了。沙发上，那位自己幻想已久却一直有心没胆的女，此刻竟然依偎在一个年轻男人身上。被抱住的他眸光漾着甜蜜，还有说有笑。随后，陈天明看清楚了年轻男人的样貌时，直接懵了。外卖服加深，鲜艳的颜色，分外刺眼。是他，绝对是他。校门口那个送外卖的。云姨，我爸刚死了10天，尸骨未寒，你就有心思偷人，不怕他上来找你吗？陈天明目眦欲裂，偷人还不算完，但也不带这么饥不择食啊，随便拉个送外卖的来吧。更巧的是，对方是被他抢了女朋友的穷人。秦仙云却是毫不避讳地挽着王阳手臂起身，哈，他已经上来找我了。他笑盈盈的面朝着门口，天明，这位就是你爸爸。轰隆隆，陈天明闻言之后脑瓜人嗡嗡的，要爆炸了，鸠占鹊巢啊！这是你是我小妈，可凭什么随便拉来一个野男人就说是我爸爸？哥，这扯什么蛋呢？就离谱！陈鸿飞抬起王阳的手指着，给我滚进来！陈天明一震，这语气怎么还真的神似他爹平时对员工发火的姿态？不动是吧？敢墨迹浪费我的宝贵时间！陈鸿飞二话不说，抄起一把椅子就砸了过去。陈天明还没回过神，面门被砸个正中，实木椅子又硬又沉，砸得他整个人翻扬倒地，鼻青脸肿，满脸是血。我心中凝声说道：下手注意分寸，别出人命，不然摊上事的是我。请放心，我有数的。陈鸿飞一边回应，一边冲过去把砸懵的陈天明拖进家门。你这野种，拿你的话说，我刚死了10天，你就有心思泡妞？如你所愿，我上来找你了。知道这次挖的是什么人的墙角吗？陈鸿飞抄起断落的椅子，骂骂咧咧，时而打砸，时而上脚踹。我要死了！陈天明发出了狗一样的惨叫。活该！我幸灾乐祸地欣赏着。秦仙云拉住王阳的手，鸿飞再继续下去就给打死了。陈鸿飞终于停下了手，而陈天明此时全身是伤，趴在地上根本起不来，苟延残喘道：你到底是谁？问我是谁？陈鸿飞拿来桌上的一项，我是你爹。这个时候，陈天明恍惚之中，眼里对方的身体还是王阳，可相貌却突然变成了陈鸿飞，煞白的脸，没有血色。爹，喊你爹还不行吗？别吓唬我了！陈鸿飞手握椅子腿，抵在对方的脑袋上发号施令，给我跪下！陈天明连忙跪下。陈鸿飞问道：知道错在哪儿吗？陈天明也不知是被打服了还是被吓到，哭求道：知道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该横刀夺爱，也不该嘲讽他，好好跪着叫爸爸。陈鸿飞命令的语气不容忤逆。爸爸！陈天明百般的不情愿，从牙缝中挤出了声音。陈鸿飞念头一动，心中问着我：小兄弟解气了没？不解气我再削他，还行吧？我淡然的回应道。实际上，望着不久之前绿了他还嘚瑟着炫耀房卡的富二代，眼下就像是条狗一样跪在面前卑微的叫着爸爸。岂止是解气，简直爽到飞起好吗？那就好。陈鸿飞点了下头，把王阳哄开心后，就该解决正事了。他一脸恶心地盯着陈天明，从现在起，不再是我陈鸿飞的种，也没有再花家里1分钱的资格。我的财产只属于仙云和柔柔。柔柔是秦仙云生的女儿，今年4岁。因为陈鸿飞死了，秦仙云又要办理后事，又要忙公司的一大摊子事，无心照料女儿，就托朋友代为照顾几天。那边是郊区，这让陈鸿飞不免有些遗憾。前后总共就1个小时，来不及见小女儿最后一面。陈天明忍着疼痛艰难地爬起身，咆哮道：你过分了！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一回来你就报答我，还想和我断绝关系？陈鸿飞抡起椅子腿，再次将其抽翻在地。因为你就是个野种！陈天明疼得如同乱驴打滚，
云姨，你不是说过会像姐姐对弟弟一样宠我疼我吗？帮我求求情啊！秦仙云摇了摇头道：抱歉，我也没办法帮你。明天我会安排你做亲子鉴定，一旦确定鸿飞说的是真的，我会按鸿飞说的向法院申请冻结你的银行卡，并剥夺一切继承权。陈鸿飞夺去了陈天明身上的门禁卡、门钥匙和车钥匙，叮嘱说道：仙云，记得和物业打招呼，往后禁止他入内，以免打扰到你们母女。陈天明绝望的大吼大叫：我不信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太扰民了。秦仙云不耐烦的拿起手机，打通物业电话：喂，快点到我家来，1301，有外人强闯进门闹事。几分钟后，一群身强体壮的保安杀到，望着陈天明的惨状，纷纷一愣，心说这下手够狠的。尊敬的业主，闹事的是谁？保安队长一边问一边观察地上的这个虽然惨不忍睹，却是一身名牌，所以便神色不善地朝着穿了外卖服的王阳看去。之前在大门轮值下来的那位保安在旁边低声附耳：队长，可千万别再误会了，那位可是他弟。秦仙云指了指崩溃发疯的陈天明：是他，麻烦你们了。陈鸿飞看着秦仙云，眼神一阵火热，还剩下不到半个小时了。秦仙云懂了对方的意思，不仅如此，被亡夫上身的王阳既年轻又充满朝气，他的心中隐隐升起了无法言达的期待。如果应该不算违背道德吧？秦仙云呼吸急促地对保安队长说道：弄出去后帮忙关下门，谢谢。好的。保安队长点头，一拳下去，打落了陈天明死死扣在门框上的手掌。众保安完全不给陈天明机会，架起来直接就搬了出去。在门被关上前的刹那，陈天明惊鸿一瞥到的那个画面，差点给自己刺激出脑溢血。他的视线之中，那个送外卖的迫不及待的遗迹公主，而美韵身姿的秦仙云只是略微抗拒了下，便放弃了挣扎。他就那么的被拖抱而起，带进了大卧房。秦仙云闭上眼睛，鸿飞，他为了消除心理负担，尽力想象着亡夫的模样。陈鸿飞百感交集，梦里也不敢想，我还能再年轻一次，此生无憾了。我激动的声音在心中怒吼：你想干什么？陈鸿飞，给我等等，别乱来啊！然而我在现实结束前没有自控权，对不起了。陈鸿飞根本不理会我的抗议，一意孤行。在1个半小时后，我思绪矛盾的来到窗前，吧嗒点上根烟，我不敢回头去看秦仙云的表情如何。深吸了一大口气，我无奈道：那个，事先我也不知道陈鸿飞会这么过分。秦仙云轻飘飘的声音落入我耳中，如果没有记错，鸿飞带我进门后还剩下不到半个小时吧，现在都超过好久了。可我尴尬的无地自容，我有些结巴的道：我当时扑哧。秦仙云意犹未尽的一笑：那要不要继续？我嗓子干热，被迫的错了一次，哪怕多么美妙，也不想主动再错一次。不了。秦仙云风情万种的白了我一眼：逗你的，再来的话我也说服不了自己。一定饿了吧？我去为你做点吃的。秦仙云转身去了厨房，我独自站着，渐渐平复下来了波荡的内心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升起了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先是莫名其妙的在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，素未谋面，甚至是照片都没看过，却知道她叫柔柔。非但如此，对于秦仙云，就仿佛想给恋人遮风挡雨一样，要守护他们。我想起来了，在陈鸿飞和秦仙云聊天时提到过的小女儿也叫柔柔，这不应该啊！明明是场意外，没有一丝情感掺杂，她更不需要自己负责什么。正常来说，是直接划入过去时，各自安好，就此相忘才对。难道是上身留下的后遗症？陈鸿飞的情感残留在了我的意识中，我惊起一阵冷汗。以后自己整不好一点点被陈鸿飞同化，迷失自我，不行，要趁着陈鸿飞还没投胎，尽快要找他问个清楚。我正想得入神，秦仙云端着一盘饺子进来了。王阳，家里没什么菜了，将就一下不介意吧？谢谢仙云姐，我是真的饿了，毕竟消耗了巨大的体力。我接过筷子，狼吞虎咽起来，虾仁3鲜馅，倍儿香。秦仙云轻笑：今晚你别走了，在我家过夜。我手一哆嗦，不要乱想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秦仙云怕我误会什么，解释道：让你到柔柔的房间睡觉，明天早上就和我到公司签股份转让合同。鸿飞交代的那些，我是不会阳奉阴违的。我犹豫了下，点了点头，不过等下我出去一趟。秦仙云以为我要跑路，美眸直视着我，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我举手发誓，哪有？你又美又温柔体贴，看一眼都是我的荣幸。真的有急事要办，很快就回来。秦仙云将原本属于陈天明的房门钥匙放在我手上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好吧，我暂且相信你，这个你带着。我有些累了，恐怕等不到你回来就会睡着。我想了一想，去厨房把盘子洗干净放好，这才出了门。真是个细心的小暖男。秦仙云倚在沙发上，望着房门发了会呆，他眼皮渐沉，睡去。我进入电梯，连按了4下4，屏幕乱码。强烈的失重感来袭，在电梯停下时，门拉开，我从楼道走了出来，站在黄泉路的尽头。第3次看到阴间的景色，都见怪不怪了。我一眼就望见那边对坐的苏图强和陈鸿飞，这两个货，左手华子，右手茅台，还挺惬意滋润的。我冲过去就是一大巴掌，将陈鸿飞脑袋打得转了10个圈才停下。苏图强出言劝道：小兄弟，息怒，息怒啊，没你的事，一边待着去。我瞪了一眼，便上前揪住陈鸿飞的领子质问道：让你上身，为什么要违背我的意思？陈鸿飞眼神无辜的摇头：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最后时间一到，还不是便宜了你。我闻言一愣，好像是没什么毛病。算了，我放开手，都发生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晚了。苏图强见我面色缓和，便松了口气。我现在下来不是兴师问罪的，我将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。陈鸿飞和苏图强面面相觑，还有这时脑中出现了柔柔的样子，又有对他们升起特别的感觉。我没有废话，催促了句：赶紧去找个懂的问问。好，这就去。苏图强和陈鸿飞一溜烟的没影了。附近那
些服饰各异的亡魂好奇的聚焦在我身上，我头疼不已，怎么像是被当成猴来看了？不一会儿，苏图强先回来了，他开口就是一句恭喜。我纳闷道：恭喜什么？苏图强激动的说道：被上身竟然还有一个大好处，我有幸见到一位赖在这里3000多年的前辈。我诧异道：3000多年，这是资深钉子户啊，人家怎么说？苏图强羡慕的看着我，虽然还没问到想要的答案，却有个意外之喜，说是上身过后，一个亡魂最引以为傲的本领就会直接化为肌肉记忆融入所上之身，这叫福报传承。假如你对英语一窍不通，让生前英语厉害的亡魂上身之后，你的水平就可与之媲美。不会做菜，让大厨上身，你直接就能厨艺超群，对方哪方面的能力擅长突出，你就会什么。苏图强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，但是前提是要有求于你，如果随便拉个亡魂上身，就不存在福报传承。我不可思议的两眼瞪大，福报传承，这个厉害了，真的厉害。随后陈鸿飞也很快飘了回来，脸上神色复杂。我跑判官那里求了半天，你对他们出现那种感觉的原因，终于弄明白了。我在得知被亡魂上身还有福报传承后，心情大好，别滋滋嗯嗯的了，有话就说。陈鸿飞跟苏图强要了根华子，抽了起来。上身会沾上一点情感上的影响，不过很小很小，你能在主观上压制和无视，也就略微感到一些愧疚罢了。双方不接触的话，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。这样啊，我微微点头，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不会丧失自我就行。扑通，陈鸿飞冲着我跪下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我傻眼了，你这是？陈鸿飞目光凝重，我叫你一声杨爷了，平时如果有的空话，就替我照顾下母女两个，我就要投胎了，下辈子什么都不知道，再也见不到了，怕他们孤女寡母被欺负，算你有责任心。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对秦仙云的惭愧，还是上身的情感影响，我沉思了数秒，点头，谢谢，谢谢。陈鸿飞重新站起身，这一跪值得了。我忽然问道，话说你这一辈子最擅长的本事是什么？陈鸿飞是有求于我而上身的，完全符合条件，可自己怎么就没发现哪里变得不一样了？陈鸿飞疑惑，最擅长。苏图强在一旁解释了下福报传承的事情。好家伙，被上身的好处这么大。陈鸿飞怔了一怔，便绞尽脑汁的开始回忆。之后他道，我是干装修起家的，论木工手艺，想当年我在附近一带也算出类拔萃了，要是再往大点范围，就有些捉襟见肘了。我差点一口老痰吐他身上。木工手艺还是范围大点就拿不出手的渣渣级别，有个锤子用啊，积累一个。我觉得肌肉记忆似乎是不能主动使用的，要条件反射。等我一下。苏图强屁颠屁颠的飘走，回来时不知从哪拿了些木板刀具，你先试着做个凳子吧。我在接触刀具和木板的瞬间，身体一个激灵，仿佛浑然天成般。尽管不明白其中的门道，我却动作娴熟的拿起刀具，按住木板，一边想着凳子的模样。起句碎屑飞扬，开口削屑，精准目测尺寸。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过后，一只4平8稳的板凳新鲜出炉。苏图强侧头问道，水平怎么样？陈鸿飞都看懵了，这跟我年轻时的手法简直一模一样啊。我放下刀具后，对于木工手艺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一丁点，包括每个步骤为什么那样操作，但一上手就是会。福报传承的技能原来是这样施展的，我恍然大悟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可授人以渔不如无限授人以渔。我现在就是后者，凭借身体记忆，只要碰到相关的事物就可手到擒来，连脑子都不用过的，直接触发。我先回了，祝两位投个好胎。我摆手道别，随后又期待的道，另外老苏、老陈记得帮我宣传下，越是各行各业的大佬亡魂，我越愿意跑腿，至于杂鱼就免了。尝到了甜头，不发扬光大就说不过去了。回到电梯，站在1301的门前，我拿出钥匙打开了。秦仙云睡在沙发上，这样会着凉的。我走过去，怕给对方吵醒，动作很轻很轻的抱起。我用力甩了甩头，抛开杂念，把秦仙云放进了卧房，盖上被子。在我出去后，秦仙云忽然眼眸睁开，很快他又安心的睡去。门外，我倚在墙上，呼呼的喘起了大气，与他同在一个屋檐下，简直是种折磨啊！我平复完毕，推开一间卧室的门，翻身躺上去，眼角余光瞥见床头柜上摆放的照片，伸手拿来一看，和我意识中浮现的柔柔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不禁感叹神奇。一夜过去，起床了。秦仙云敲了敲门，来了。我起来之后，餐桌上放着热气腾腾的牛奶和面包、煎蛋。秦仙云眼中漾笑，快吃吧。我边说边吃，我如果真有你这样一位姐姐就好了。秦仙云眨了下眼睛，想有的话，那我就是了。毕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公司的第2股东了，可以名正言顺的来我这儿蹭饭。这话我不知该如何解释好，便闷头干饭。秦仙云问道：对了，等下要不要先带你买身衣服换上？我摇了摇头，我喜欢送外卖，以后也继续送外卖。公司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坐等分红好了，不会干预运营的。行。秦仙云好奇的望着我，没有多问。仅仅一天，我先赚10万，又有价值1000万的股份即将到手，但这哪能够呢？我可不想被绑死在一家装修公司，还指望接更多的大佬订单发家致富呢。尤其是上身，更能丰富自己，多才多艺，有机会就要牢牢把握住。就看苏图强和陈鸿飞的宣传效率了。到了公司，在办公室中，我接过合同，扫了一眼，泛起了大懵。仙云姐，不是10%的股份吗？这是20%啊！我以为秦仙云写错了，以我的性格，不想在这上面占便宜，就提了出来。秦仙云递给我签字笔，没有虚与委蛇，他眸光认真与我对视着。那多出的10%是我送你的，只代表我自己。若是错过了现在，没有趁热打铁将你姐姐的身份变得更加牢固，像鸿飞说的，也许在以后就高攀不起了。这个理由似乎我拒绝不了。我果断的刷签下大名，身价暴涨，1月2000万。而在这个时候，门被拉开了，是柔柔。
秦总，您朋友将柔柔送过来了。漂亮的前台妹子站在柔柔身后，她疑惑地看了看我。这送外卖的早上随着秦总上来，一直带到现在，得有1-2个小时了吧？究竟干嘛呢？咱也不敢多嘴乱问，他就转身下楼了。柔柔扑到妈妈怀中，使劲地拿小脸蹭着大脸。妈妈，想你了。秦仙云轻声问道。真乖，这几天有没有听话？柔柔点了下头。此时她发现了一旁的我，瞬间呆住。柔柔张大了小嘴，目不转睛，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：妈妈，她身上有爸爸的感觉。秦仙云愣住，我的反应更加错愕。我和陈鸿飞年纪相差极大，身材长相压根就不搭边，童言无忌。但柔柔的这表情绝对不像是乱说，而是真有感觉的。昨晚陈鸿飞才上过我的身，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小孩子可以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可上身那1个小时都过去了1夜，我想来想去，说不定是因为上身遗留的情感影响，柔柔面对我时才会想起爸爸。秦仙云摸了摸女儿的头，小傻瓜，他是你王阳叔叔。柔柔有些委屈，咧起了嘴。我没有说谎，不管，就像爸爸。泪花在他的眼眶中打转，那一幕戳中了我的心中软肋，狠不下心做到无动于衷。我过去抱起柔柔，你觉得像？那我就是吧。耶，太好了，我又有爸爸了。柔柔拿出1根棒棒糖，塞到我嘴里说：“爸爸，吃。”在这个瞬间，我的心仿佛都要被融化开。柔柔大眼睛忽闪忽闪，期待地问我甜不甜。我微笑道：“甜。”若是此情此景被陈鸿飞看到，那可就哄堂大笑了。可是柔柔才4岁，不懂那些，对死亡、对失去亲人没有生离死别的概念，就会表现很佛系，这是小孩子的天性。秦仙云望着眼前温馨的画面，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柔柔这么黏你，可要多陪陪她哦。我笑着点头，心想反正那些恶意差评导致美人们不对自己正常派单，阴间的订单也暂时没有新的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一整个白天我都在陪柔柔玩。终于，小萝莉感到困倦，迷糊糊趴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秦仙云一边为女儿盖上外套，一边感激地看着我。好久没见她连睡觉都在笑了，看得出来她今天格外开心。真的谢谢你，我伸了个懒腰，我自愿的，不用谢，而且陪着她我也开心。秦仙云问道：“一起去吃个饭？”这时我想起昨天答应苏欣然的事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咋还没动静？仙云姐，稍等。我拿起来一看，头疼了。3条微信，手机竟然不小心静音了，都没有察觉到。4点19分，仙女不下凡，一品阁13号，在北岳路那边。6点半开始，5点01分。王阳，你没忘了我们的约定吧？怎么不回我？5点59分，骗子，故意装死。你这个大骗子！而现在已经6点01分了，还有不到半小时寿宴就开始了。我点开导航，苦笑，没办法，和柔柔玩的时候太专心了。我按动手机回复，收到。那啥，我才看到，非常抱歉啊，赶过去要50多分钟的车程，到时候救场还来得及吗？苏欣然发来了一把菜刀的表情，快来！我收起手机，看着秦仙云，仙云姐，吃饭就改天吧，我临时有点急事，想借你的车用用。早上是跟他来的，心爱的小摩托还在他家楼下放着，远水解决不了近火啊。秦仙云眼底悄然掠过一丝失落，他点头将车钥匙递给对方，语气满不在乎。随便开。好，我接过车钥匙，蹭蹭地窜下楼。经过前台时，那漂亮妹子瞪大眼睛。他一整天都在秦总办公室。下一刻，让他更震惊的是，这外卖小哥竟然直接钻入了门外的跑车。只听轰的一下油门，对方扬长而去。那可是秦总心爱的座驾，天天都安排手下洗车，近乎一尘不染。漂亮妹子呆萌地望着空气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一品阁，这里是中海市有名的别墅区，像明月之城，和它相比，连提鞋都不配。住在其中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非富即贵。13号庭院热闹非凡，一位位宾客陆续到来，有重量级的社会名流，也有中海大学的名师大家，都是前来给薛老教授贺寿的。而薛老教授曾经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中海大学医学系的天，更有终生荣誉校长的头衔。身为孙女的薛珊珊，在父亲的陪伴下，站在一品阁的大门前负责迎宾接待。此时，一辆出租车停下，苏欣然推门下来：“欣然，你来了。”薛珊珊注意到对方提在手中的盒子，浮雕遍布，蕴含着古色古香的雅韵，中间刻了3个字：长寿糕。不仅寓意很好，那包装一看就价值不低。不是说了叫你别准备礼物，人到了就行吗？薛珊珊知道闺蜜家境不好，所以有些生气，有情谊在就足够了，那才是最贵重的礼物。薛爷爷80大寿，应该的，所以我带了家乡最好的特产。苏欣然笑道，尽管花了3000块，但薛老教授对自己犹如孙女一样，况且刚收到90万，多少钱？我回头转给你。薛珊珊说道，不清楚，我妈买的。苏欣然搪塞了过去。好了，又有客人到了，你先忙，我进去了。薛珊珊无奈的诱导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对了，蒋金群若是等会真让你感到为难，我尽力帮你。好，苏欣然前往了13号别墅，将礼盒放在院内有专人记录的地方后，进屋门时，一个俊美的青年在和薛老教授身旁说说笑笑。薛老，菜品正在路上，准时送到。食材方面，我专门强调的是今天最新鲜的，保证让您满意。苏欣然叹了口气，蒋金群，这位蒋家的2少爷，是追他的人中最有实力的一位。蒋氏集团是中海市餐饮界的龙头，出身、相貌、身高都无可挑剔。如果不是苏欣然听过一个关于对方的传闻，也许会心动。据说蒋金群以前让一位学妹怀孕了，学妹也一心高攀不愿打掉，他便使了阴招，布了个有精神病证明的对方，强行灌进的药。之后学妹严重的抑郁，有天半夜全身光着从宿舍楼跳下死了。有中海大学和蒋家的双重风口压了下来，虽然许多人都说是造谣，官方也发过公告，蒋家还起诉了一大堆人并送了进去。苏欣然却感觉不是空穴
气来风，就有了戒备。蒋金群的追求攻势越强烈，他就越排斥。眼下，薛老教授见到他出现，就招手笑呵呵的道：“殷然丫头。”苏殷然迈步上前：“薛爷爷。”薛老教授拉着他：“你又瘦了，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？”对这丫头，老爷子打心里喜欢，勤奋聪慧，而自家孙女又贪玩又没选医学系。蒋金群脸上浮起了自以为迷倒万千少女的笑容。殷然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，苏殷然完全没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。他那些不染尘的容颜上露起小女人的含羞姿态。薛爷爷，今天我可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哦，我男朋友那边刚下班，我就先过来了，而他大概要迟一会儿才能赶到。什么？你有男朋友了？他们面面相觑，蒋金群瞳孔聚起令人发寒的压迫感。殷然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苏殷然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你又不是我的谁，为什么让你知道？蒋金群笑了，这是编的借口吧？苏殷然眼神有些闪躲，他城府没那么深，掩盖不住微表情。薛老教授挡在苏殷然身前，金群啊，这样掉价。殷然说的男朋友迟点就到，过会儿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。他心中一暖，老爷子还是护着自己的。薛老说的是。蒋金群识趣的退下，回到角落里小贝那桌，他敢放肆吗？薛老教授是地位尊崇的国宝级一届圣手，能治的病，别人未必会治。如果有老爷子都治不了的病，放别人那基本也是等死，人人尊之敬之。薛老教授宠溺的笑道：“殷然，挑男朋友可要看仔细了，待会儿我帮你把关，若是太差劲，可过不了我这关啊。”苏殷然点头。6点半一到，薛珊珊回来了，她和苏殷然坐在薛老教授的两侧，这主桌上的人皆为各界大佬。此时蒋金群引以为傲地宣布道：“各位，薛老寿宴的菜品均由我们蒋氏集团旗下的沃仙居独家提供，更是出自于特聘的前国宴大厨之手，敬请品尝。沃仙居那可是我们中海餐饮行业的最大牌面啊，厉害，连前国宴大厨都能请到。听说前些天招待外宾时，不是办了桌100万级盛宴吗？那位是蒋家二少爷吧？这一表人才，定是人中龙凤。”宾客们的议论声中，蒋金群神色得意，却没有再言语，不然薛家觉得喧宾夺主会引起反感。蒋金群在角落关注着苏殷然，10分钟、20分钟，连筷子都没动一下，要么和薛珊珊聊天，要么给老爷子和各界大佬们添酒。他坐不住了，端着酒杯凑到主桌旁，恭敬地说：“薛老，我代表蒋家敬您一杯。”一饮而尽，然后再倒上，又对那些各界大佬道：“各位叔叔伯伯，我可否敬你们一杯？蒋家这老二不错啊，比那成天醉生梦死的老大强多了，以后接掌蒋家的9成9是他。”大佬们很给面子的评价道。蒋金群看了看苏殷然，又被无视了。蒋金群脑子一热，将手放在他肩上，深情满满：“殷然，追了你那么久，今天我想在薛老和大家的见证下，正式对你说，往后余生，我愿意照顾你。”众多宾客闻言纷纷投来目光，苏殷然顿时僵住，不知所措。这么多中海的大人物看着，其中还有他的校长主任们，拒绝的话，事情因他而起，万一对方下不了台，又喝了酒，在寿宴上闹大了，破坏氛围，也扫了老爷子大家的心，不拒绝的话，真要半推半就的将自己搭进去。薛珊珊试图拉开蒋金群，笑道：“金群哥哥，殷然他脸皮可是很薄的，就别乱开玩笑了。刚才你不是发信息问我洗手间在哪吗？走，我带你去。”蒋金群在酒精的刺激下，绝非前者能拽动的。不，我发誓，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。薛老教授皱起眉头说：“之前我的话是白对你说了吗？”蒋金群耸了一秒熄火，他眼中蕴含了道不尽的委屈。薛老，他骗你呢，我刚刚打听过，根本没有谈恋爱，不信你问珊珊。薛老教授闻言便向薛珊珊看去，是真的吗？苏殷然低下头，没有底气。王阳，你为什么还不来？他急得快哭了。就在这时，屋门突然打开，这都开宴半天了，还有谁猜到的？众多宾客纷纷不满地看了过去，想看看哪个敢在薛老寿宴的场合如此耍大牌。黄袍加身，小年轻，那美了么的大 logo 太耀眼了。此刻全场惊呆的惊呆，傻眼的傻眼。薛老教授哭笑不得地问了句：“各位，不知是谁叫的外卖？”而蒋金群脸色挂不住了，专门让重金特聘的前国宴大厨出手。姑且算你嘴刁，哪怕真的不合口味吧，可是你点外卖是几个意思？搁着埋汰谁呢？就相当于明着往他脸上，乃至整个蒋氏集团的脸上踩了，够阴够绝，手段真下作。蒋金群尽力压制着心中的怒火，环视着整个大厅。各位，在外面的房车中预留了多种多样的备用菜品，如果觉得现在哪道菜不满意，只管提就是，我随时更换到满意为止。他抬高了声音，炫耀似的强调道：“外卖可是点不到国宴大厨的手艺，对吧？”门口我粗喘着大气，不得不说，豪车就是霸道。进这么豪华的别墅区，保安问完登记了下，拦都没拦就直接放行。此刻我听到了蒋金群那番话，误会了，我不是来送外卖的。我脸上浮起一丝不失礼貌的笑容。女朋友喊我来一起参加寿宴，才下班，来不及换衣服，我不解释还好。一说完，整个大厅都炸开了锅。女朋友是谁？自己站出来吧。薛老寿宴这种场合是能随便带闲杂人等来的吗？在座的各位，动辄是中海市响当当的存在，就连小贝那桌都个个是家世显赫。薛珊珊觉得那位外卖小哥越看越眼熟，不正是昨天将苏殷然单独带出去的？他小声问：“殷然，怎么回事？我要死了！”苏殷然郁闷地站起身望着我，真是的，来也不换个衣服吗？让你假扮，没让你这么假，大型社死现场啊！他一脸的生无可恋。他是我男朋友，我和薛爷爷事先打过招呼的。啪！蒋金群一个抽搐，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。放着我这超级富二代不鸟，却选了个送外卖的，老子一根头发都比他金贵好不好？而苏殷然走过去牵起我的手，
回到主桌前，他落落大方地介绍道：“薛爷爷，他是我的男朋友王阳，毕竟是求着人家来的，到这份上，硬着头皮也得装模作样的演下去。豁出去了，社死就社死吧，让蒋金群放弃才是真正目的。”我淡定自若的微笑行礼：“薛爷爷好。”薛老教授对我的初步感官虽然入不了眼，但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也为顾及苏欣然的面子，准备事后再单独谈谈。薛老教授敷衍的嗯了声过后，吩咐道：“珊珊，去在小贝那桌给小王加把椅子。”我在备受瞩目中落座于角落那桌，蒋金群也回到座位上，脸色阴沉的盯着我，讲了半天也不明白自己输在了哪。而我看向那些没怎么动的美味菜肴时，眼睛不禁冒光，奥龙、鱼翅、鹅肝，一大堆山珍海味啊！我正纠结着该先从哪个开始吃呢，那些公子少爷都笑了起来，像是在围观着跳梁小丑。群哥，你看这乡巴佬的眼神，是真没见过世面。喂，外卖小哥，美了么一个月给你多少啊？那妞长得那么正点，谁给你的自信觉得能争过群哥的？耳边一句接一句的冷嘲热讽，我倒是不在乎，就跟没听见一样。咱反正是来演戏的，以后又没交集，爱谁谁。下一刻，我猛地弹起身，这个动作给一众二代整懵了，都以为是被激怒要撒野了。他们就慌乱的连椅子带屁股往后挪了半里。身为尊贵的瓷器，谁想被一个野性十足的破瓦罐磕泡？结果却是虚惊一场。我的目标竟然是大奥龙，咔咔剥壳，嘎嘎就是吃。一众公子少爷怔怔的望着，差点被这乡巴佬吓出好歹。蒋金群更加确定我并非扮猪吃虎，而是彻头彻尾的穷瘪三。他笑了笑问道：“好吃吗？”我点头，挺香的。蒋金群淡淡的道：“这些菜可是我蒋氏集团特聘的前国宴大厨手笔，今天对你而言就像美梦一场，哪怕你送一辈子外卖，也没资格护送这种级别的菜品，更别说再吃到一次了。”我一愣，前国宴大厨，那他是咋被国宴班子开除了？蒋金群面色僵住，那是需要你关注的重点了，你有没有在听？旋即他话音一转，语气如同施舍般：“不过看在殷然的面子上，可以让你来我家旗下主打的卧仙居当个跑腿小厮，那样就有机会吃到的残羹剩菜。运气好的话，会遇到几乎没有动过菜。至于工资，给你开现在的5倍。”蒋金群抬起手，将我的脑袋掰到面朝着他：“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离开殷然，我吃的正香呢。”猝不及防被前者那么一掰，噗嗤，碎肉油脂混着口水，直直的喷溅了蒋金群满脸。这一刹那，世界仿佛陷入静止，周围的公子少爷们尽皆石化。我拿起自己擦过嘴的纸巾递了过去：“抱歉。”蒋金群又惊又怒：“脏死了，滚开！”公子少爷们连忙拉住蒋金群：“群哥，冷静冷静啊，这场合不能冲动，等结束后想办法弄了他。”蒋金群这才冷静下来，问我：“我说的事情你想好了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叹息着说道：“你说什么来着？让我去你那跑腿？哎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你家还没有这个资格，况且这也太晦气了。”蒋金群听得额头青筋暴起，好大的口气。那些公子少爷更是瞪大了眼睛：“蒋氏集团不配，还说晦气，这送外卖的是要膨胀上天了。”然而他们却不明白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。现如今让我愿意跑腿的都是些什么人？国人没有那个资格，但并非随便一个死人就行的，还要再生钱，多才多艺，否则我懒得接。想让我答应蒋金群也不是不行，恐怕蒋氏集团的最高层要先暴毙一下。我没再理会他们，和这群无知的活人有什么好说的？哪有干饭香？继续干饭，不吃留着浪费吗？时不时的带上一口小酒，美滋滋啊！这一幕落入薛珊珊眼中，不禁呆笑道：“殷然那个家伙，架势就像吃自助餐想捞回本似的。”苏殷然强装镇定，他成天东奔西跑，还要爬楼，体力消耗大。他心说：“大哥，你悠着点，我都快圆不下去了。”薛老教授笑了笑，这心性倒是还成，虽然出身低微，但勤劳努力，又在如此场合都表现得真实自然，不虚伪做作，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啊。眼下他的儿子薛宝和双手捧着一张卷起来的烫金册子过来：“老爷子，寿礼都已确认，登记完毕，是时候宣读寿礼的环节了。按中海市的风俗，吃喝的差不多时，就会迎来一个高光时刻，公布礼品。主人有面子，客人们也有面子。”薛老教授点头示意，薛宝和便举起烫金册子，郑重道：“诸位，现在我将宣读寿礼。”众多宾客停下各自的动作，纷纷聚精会神的等待。重头戏来了，看看今晚谁的寿礼可成头彩，谁能让薛老最开心，可就赚大了。我知道礼数，意犹未尽的停住了嘴。长安刘家赠纯金龙凤雕像1对，极光医疗器械公司赠明朝古本御医手抄整集1册，江氏药行赠千年人参1株。我心中大为震撼，这么多好宝贝，动辄价值几十上百万，连古医书的孤本都有。老爷子的人脉够狠啊，今晚没白来，长见识了。蒋氏集团赠大宋奇圣刘仲甫之御赐棋盘和黑白古玉棋子1套。此时蒋金群闻言站起身，自己送的寿礼绝对稳稳拿下全场的 MVP。薛老教授当场就坐不住了，身体激动的颤着：“大宋奇圣御赐，快拿过来！”众多宾客见老爷子反应那么大，先是一怔，懊悔不已。我怎么就忘了这茬呢？身为国医圣手的薛老，在年过半百时，据说医术达到瓶颈，就此痴迷上了围棋，如今经营棋道30年之久。看那墙上都挂着一张残局棋图，那图上的字也叫刘仲甫。东西送进大客厅后，薛老教授兴奋道：“珊珊、殷然，把桌上腾开空档，就放在这。”他们挪开盘子，又垫上干净的桌布，待摆正后，薛老教授抬手扯下盖在棋盘的文龙锦轴。众人的视线中充满了古韵的棋盘呈现。蒋金群走上前，笑着问道：“薛老，再看一下底部题刻的字，没让您失望吧？”薛老教授低头看去，脸激动的一抽：“落款：宋徽宗，独霸棋坛，天下奇仙，致刘仲甫。”
薛老教竖起大拇指，赞叹道：“金群，你有心了。他的信仰就是刘仲甫，何许人也？与其称之为棋圣，不如叫大宋棋霸更加贴切。”蒋金群颇有深意地看向了我，招了招手：“你过来。”我觉得莫名其妙，这孙子装完13还不够，非要再趁机踩老子一脚是吧？但众多有头有脸的人物看着，如果自己怂了，事后对自己毛影响都没有，抬不起头的只会是苏殷然。我起身来到主桌前，气定神闲地问着对方：“请问有事吗？”蒋金群的语气咄咄逼人：“薛老的寿宴，大家都准备了礼物，今晚你应该不是来蹭吃蹭喝的吧？”苏殷然连忙解释：“他和我是一起的，而我已经送上寿礼了。”而薛老教授闭着眼睛，沉浸在棋盘带来的喜悦之中，便没有丝毫反应。蒋金群却以为被默许了，开始肆无忌惮起来：“不，你们一先一后分开入场，他不会是空着手的。王阳，把你的寿礼拿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界。”忽然，太阳高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一阵愉悦的音乐响起。不好意思，我平时到这个点会去夜市摆摊，所以定了闹钟。王阳随手掏手机准备关掉，一个东西却不小心从兜里被带了出来，掉在地上，是包榨菜。没办法，之前为了前女友省吃俭用，身上就常备榨菜，以便于就着馒头解决。人是昨天被绿的，直到现在衣服都没机会换。我伸手捡起来，榨菜。蒋金群那稀奇的表情，仿佛发现了新大陆。他闪电般攥住我的手腕，将之高高扬起来，对众多宾客展示着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我让王阳拿礼物出来，结果各位猜猜他带来的是什么？一包榨菜。”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包榨菜上，惊了，这穷瘪三给他脸了是不是？那榨菜2块钱一包吧，随便一条街都有卖的，未免对薛老太不尊重了。那小姑娘是吗？竟然能看上他？喂，那送外卖的，你还要脸的话，赶紧滚吧！不堪的话语此起彼伏。苏殷然怒视着蒋金群：“你不要诬陷他。”蒋金群笑道：“诬陷？这是事实啊！榨菜还在他自己的手上。”我眼神一冷，盯着对方，放手！气受的，值得老子回头去阴间跑一趟，找蒋家祖上有哪个亡魂还在的，看我不治得你服服帖帖，就不放！敢拿榨菜当寿礼来滥竽充数，还怕被看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蒋金群断定我不敢动手。我不及苏殷然，很理智的试图用力挣脱，蒋金群一样在狠狠发力。我身板虽然结实，但终究比不上对方经常健身练的肌肉。双方动作幅度不断变大，推来推去，砰！我脚底一滑，身体失去平衡，整个上半身意外地扑在了旁边的棋盘上，很重。薛老教授的沉浸状态被猛然惊醒，他面色苍白地指着我，说不出话来。苏殷然都彻底慌了，怎么办？珊珊怎么办？薛珊珊扶住老爷子，我不知道。蒋金群大义凛然地泼着脏水，王阳，你拿榨菜来侮辱薛老还不算完，竟然敢弄坏棋盘，普天之下仅此一个，你的烂命赔不起。而我趴在棋盘上，不由自主地抖动着，在所有人眼中，我是被吓破了胆。但是此刻，我仿佛被一道剧烈的电流袭入身体，这种感觉是上身的前兆，可电击感却比陈鸿飞上来的时候更加凶猛。意识中凭空多了一道影子，渐渐清晰。此中墙上所挂的那一副残谱，是我的遗憾啊！那是一个宋代服饰的男人，眼中饱含执念。我是大宋棋圣刘仲甫，苦思千年，悟得绝妙一步。他迫切地对我恳求说道：“还望允许我用你之身，逆转那令我呕血之残局。”大宋棋圣刘仲甫，我错愕坏了，没想到意外之下触碰到了这宋徽宗亲手题刻的御字棋盘，竟然将正主给引了上来。触发上身的条件就是他摸亡魂的遗像、雕像或者最在乎的东西。好家伙，千年亡魂，老钉子户了，难怪电击感那么激烈。棋盘正是刘仲甫生前视如命脉之物，皇帝赠送加题刻，乃无上荣耀。但是经过陈鸿飞的那事后，我对上身有了抵触，万一乱来，背锅的是自己啊！我凝视着意识里的刘仲甫，刘老兄，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因为上身吃过亏。虽说霸主级别的大宋棋圣水准会通过福报传承融入自身，可我又不再为其借混，还不如木工技艺实用呢。起码家中桌子凳子的坏了还能修。刘仲甫真诚的躬身行礼，阁下大可放心，我愿起誓，若在上身时有一丝违背你意愿的行为，便魂飞魄散。我意识再次涌入一道电流，随着颤抖，我有种感觉，彼此建立了誓言契约。我眼角余光瞥到薛老爷子那痛心疾首的神色，惊慌的苏殷然、蒋金群的声讨，还有众多宾客恨不得自己的架势完。犯了众怒，我心态再好也发虚啊。不过这棋盘本来就是刘仲甫的，墙上还有残局棋图，也与之有关。我若有所思的心问刘老哥，这棋盘被我压裂了，瞧他们那反应，你觉得我该如何破局？刘仲甫摇头一笑，压裂御赐棋盘哪会随便一压就裂，它本就是裂的。我愣住了。刘仲甫感慨，这裂痕早已存在，是我而顽劣，在我下棋时来闹事，将之推翻在地所致，那时的技术也无法修复，是现代修复的。王阳灵机一动，有了，你想破解残局，消除执念对吧？我强调道，既然起誓了，上身之后就要按我的意愿来，我讲一句你就重复一句，如果愿意就让你上身。刘仲甫神色激动，真的？那残局竟然留存于世千年，今天终将破之，了无遗憾了。我直接批准。紧接着我陷入了瘫痪，失去身体的掌控权。刘仲甫接力，这一刻在众人眼中王阳不抖了，站起身俯视着桌上的古老棋盘，一言不发。蒋金群冷笑着说道，王阳，我知道你是被吓傻了，还不对薛老跪下赔罪。王阳却是微微摇头。刘仲甫重复着心中的声音，淡淡的说，这棋盘本就是裂开的。薛老教授一听更气了，蒋金群献殷勤的伸手在前者身上抚来抚去，看你把薛老气成什么样了。薛珊珊也看不下去了，殷然他怎么一点担当也没有？对不起对不起。苏殷然后悔莫及，
如果不是因为他，就不会惹老爷子大动肝火，更不会害了王阳。别怕，有我在。王阳一手抚摸他的头发，一手再次按在棋盘之上。薛老，你崇拜刘仲甫，对他应该很了解吧？薛老教授的目光厌烦的就如在看一只苍蝇。那又如何？你可知刘仲甫亲手拿棍棒将他小儿子打瘸一事？刘仲甫按王阳的话说着，却心不在焉。若非起事，哪还会在这掰扯有的没的？早就动手复盘残局了。知道。薛老教授作为迷弟，听到别人谈起崇拜的偶像，就面色一缓。刘仲甫继续说道：“那我再问一句，你知其然，可知所以然？”蒋经群可不会放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。什么表情？什么语气？轻浮。众多宾客眼中火光四射。经群，你别打岔。薛老教授不在意的摆了摆手，他好奇的望着王阳。为什么？因为顽劣成性的小儿子有天去要钱花，被刘仲甫拒绝后，就摔了这御赐棋盘，眼前的裂痕便是那时留下的。王阳话音落下，不屑的看向蒋经群，唯有现代的技术才能修复到表面上看不出来的程度。我也是让他恢复原来的样子。薛老教授问向蒋经群，真有此事？后者心中大惊，他家大费周章的弄到棋盘时，那条裂痕的确存在，花大代价才修复好。但若是承认，那就是亲手帮助被自己逼入绝境的情敌解了围。蒋经群说的信誓旦旦，薛老他在狡辩，死皮赖脸的想撇清责任。之前那位收藏家说过棋盘完美无瑕，刘仲甫自己都笑了。他伸出王阳的手指甲，薛老，各位看清楚了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随后就在御赐棋盘的裂痕中抠了抠，就拿到薛老教授眼皮底下，看看我指甲里有什么，是胶水干了后的皮儿。薛老教授将信将疑，又亲自去从裂痕中抠出来了一些，怒气抛到九霄云外，他犹如翻书一样，忽然变得笑容满面。这样的棋盘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啊！薛老教授像是遇到知己般热情地将王阳按在自己的太师椅上。你竟然对刘仲甫比我都了解，他的任何事情我都如数家珍。刘仲甫直翻白眼，自己又没失忆。哈哈，好。薛老教授跟个老小孩似的拉着王阳的手道：“今晚寿宴过后别走，我们爷俩单独再喝。”众多宾客哗然，讲个故事，抠了2下就化解了必死之局。更过分的是，直接成爷俩了都，见鬼了吗？而真正的我在心中大呼：“刘老哥牛啊！”一老一少的和谐画面让苏欣然内心荡漾不已，跌入深渊又浮上云端。这家伙歪打正着还是真的深藏不露啊！薛珊珊眸光惊异，蒋经群更是傻了。御赐棋盘我送的，都没那个待遇，酸了，不行，不能放任这送外卖的抢了风头。蒋经群绞尽脑汁想到个能扳回一局令对方出丑的妙计，他挑衅的笑着问道：“王阳，关于大宋棋圣，你说的头头是道，那也很懂围棋吧？不如露2手。如果不懂，就意味着那送外卖的只是运气好，凑巧看过那个典故撞上了，老爷子对棋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。”薛老教授闻言，老眼一亮，目光期待。刘仲甫一哆嗦，提到正事，自己真坐不住了。上身时间就1个小时，这都耽误10分钟了，过1秒就在世上少1秒。刘老哥，你可以自由发挥了，我见麻烦解决。进入看戏模式，刘仲甫轻描淡写道：“没有人比我更懂围棋。”而王阳的手插进面前的棋盒，薛老爷子闻言不自然地皱起眉头，太狂妄了吧！这是贬低经营棋道30年的薛老，一个20不到的毛头小子都沦落到送外卖了。敢说这话？众多宾客的议论声中，就见王阳食指翻飞，连残影都出现了，一枚枚黑紫白紫跃然于御赐棋盘之上，东一片西一片，行云流水。薛老教授看得惊呆石化，当那送外卖的停下手时，赫然呈现了在大厅墙上那幅刘仲甫的千年残图，一字不差。这也太快了，随便乱放的吧？我上我也行。还别说，他那煞有其事的装样，真像那么回事。有没有会围棋的？摆的这是什么？直接问薛老啊！在场哪有棋艺能比上他的？众多宾客聚焦在王阳身上，议论纷纷，而薛老教授人还在傻着，棋只是眼熟，完全是滚瓜烂熟。眼前不就是自己常年挂在墙上那幅刘仲甫的残局棋图吗？自己虽然也能不用对照就摆得出来，却需要回想确认的时间。而王阳双手翻飞，残影交替，不只是一子不差，而那些棋子一个个落下的顺序，与记载中棋谱开局之后的步骤一对应，没有一步是错的。王手复盘，加上那速度，脑子都不用反应的吗？连国内那些9段宗师都办不到。薛珊珊忍不住问道：“爷爷，他这是？”看看墙上那幅图就知道了。薛老教授回过来神，望向王阳的目光惊为天人。蒋经群不信邪，如果事先记下来了，也就手快而已。薛老教授摇头一笑：“你说而已，不光又快又准，每一步顺序都对上了。”顿了顿，又百感交集。若不是因为相貌太年轻，我真以为是大宋棋圣附体了。他落子时神态优雅，我却感到了一种心中发寒的杀伐霸道，就和我想象的刘仲甫不谋而合，恢宏大气。我心中凌乱，老爷子你真像啊！蒋经群不甘心的继续发起刁难，这只是摆棋，花架的。王阳可是说了，没有人比他更懂围棋。然而这个时候，众人看到王阳的手再次2指一夹，沾起了棋盒里的一枚白子，将之悬在御赐棋盘上方，像是在思考。薛老教授意识到了对方要做什么，吹着胡子瞪起眼睛：“你要下此残局？”薛珊珊好奇道：“爷爷，若是接着下的话，代表了棋艺是什么水平？”薛老教授连连摇头说道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各位知道这残局的来历吗？”众多宾客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：“不知道。”薛老很厉害吗？薛老教授将手往下压了压，大厅陷入安静。厉害这个词是根本形容不了的，因为整个棋坛1000年至今没有谁能做到。他开口介绍起来，刘仲甫曾独霸棋坛20年，但求一败，却始终没有能和打的。
一次，他游到骊山，遇见一位乡野女子，便有了这场对饮。女子之黑鲜，刘仲甫持白。原本刘仲甫只是抱着消遣的心态，但下着下着，他惊起一阵冷汗。女子步步玄机，刘仲甫全面劣势，近乎死水一潭。他是大宋棋圣，碍于名，硬着头皮继续下，直到这第120手，轮到他的白棋时，却捏着棋子迟迟不落，无论下哪皆为败局，甚至呕血数声，当场昏迷。那骊山女子不知所踪，刘仲甫回去将这残局命名为御仙图，公布于众后，就此退出棋坛，至终也未下出那一步。薛老教授讲的声情并茂，王阳淡淡的点头道：“说的都对，1000年多了，我今天便以绝妙一步终结残局。”蒋金群脸上浮起嘲弄之色，大言不惭啊你！没听薛老说整个棋坛都做不到，还绝妙一步呢？依我看，狗屁不是！他感到惊喜，挖了个坑，对方主动跳进了一个更深的坑，啪！落子声音毫无预兆。薛老教授闻声低头看去，他不断摇头叹道：“小王，这只是多拖了一回合，毫无意义啊！”蒋金群笑得更开心了，今天我终于见识到什么叫自取其辱了。刘仲甫扫了一眼薛老教授，你配合笑我，来支黑棋也罢，我就陪你试试。薛老教授拿起一枚黑子落下，白子根依旧是拖步数，黑子在落，下一枚在王阳手中的白子落下时，整个棋盘的形势瞬间逆转，一潭死水，就仿佛注入新鲜源泉，流转自如。而且无论黑棋下一步怎么落，象征了刘仲甫的白棋都是赢。薛老教授表情如同做蜡，说道：“阿震真的盘活了。不对，我之所以会输，是没有骊山女子的那等水平。”披着王阳外皮的刘仲甫却只是笑了笑，耍嘴皮子是没用的，拿事实说话。他将棋盘回退到了从残局开始后下的第一步。再来，好，薛老爷子绞尽脑汁，可是接下来，但凡黑棋可以落子的地方，他都挨个尝试了遍。至于王阳，双杀、3杀、4连超反、5连绝世、超神，一直回退，一直赢，根本不存在第二种结果，更是全在3步以内。薛老教授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，这流传千年的御仙图，竟然真的让对方给破了。那一招看似除了拖步数外没有任何意义，却在暗中是扭转乾坤的关键存在。薛珊珊看到二人没有再下了，便试探地问道：“爷爷，王阳是成功了吗？”薛老教授兴奋地拍手称赞：“破解了，他破解了。”殷然的眼光真好，我单方面同意这门婚事。